南哄播出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但令人意外的是，这部剧的热度似乎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退，相反，它依然频繁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中。而比剧情本身更让网友津津乐道的，或许就是白敬亭和张若楠这对荧幕搭档所带来的超强 CP 效应。最近一组张若楠分享的日常照片再次引发热议，有网友通过放大照片细节后发现，画面边缘疑似出现了一只手，而这只手的外形特征被部分网友认为与白敬亭十分相似。消息一出，立刻在网络上掀起讨论，不少 CP 粉兴奋表示，难道南哄的售后又来了？南亭集序又有新糖点了吗？这届网友的观察力简直堪比侦探。不过在兴奋之余，也有不少理性的声音提醒大家，仅凭一张照片中的模糊细节，很难得出任何确定结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次事件再次证明了一件事，南哄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普通偶像剧的范畴，它已经从一部影视作品逐渐演变成一种文化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电视剧在播出结束后，观众的关注点通常会迅速转移到下一部作品。然而南哄却不同，即使剧情早已完结，观众依然愿意反复回看经典片段。社交平台上关于角色分析、名场面剪辑以及 CP 讨论的内容仍然层出不穷，而这一切的核心正是白敬亭和张若楠在剧中塑造出的角色魅力。事实上，一部爱情剧想要成功并不容易，颜值可以吸引观众点击，剧情能够留住观众，但真正让作品拥有长尾效应的，往往是角色之间的化学反应。这种东西很难用数据衡量，却能够让观众产生真实情感共鸣。当观众开始相信角色之间的感情时，他们便会自然而然地希望这种美好能够延续下去。于是 CP 文化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CP 粉喜欢的未必是演员本人，他们更喜欢的是角色带来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让观众在现实生活之外找到一种浪漫而温暖的情绪寄托。因此，当网友发现任何看似有关联的细节时，都会迅速展开讨论。这次张若楠照片中的神秘手部事件，其实正是这种现象的缩影。有人分析手部线条，有人研究戒指款式，还有人对比过往照片寻找相似之处，各种推测层出不穷，甚至连照片背景中的细节都被拿出来反复研究。对于不了解饭圈文化的人来说，这样的行为可能有些夸张，但对于长期关注这对荧幕 CP 的粉丝而言，这恰恰是一种参与感。他们享受寻找细节的过程，享受与其他网友一起讨论的乐趣。至于结果是否正确，反而没有那么重要。当然，从客观角度来看，我们也需要保持理性，因为网络时代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将巧合无限放大。一张照片，一个背影，一件同款衣服，一个相似配饰，这些都可能引发大量猜测，但猜测终究只是猜测，在没有明确公开信息之前，任何结论都缺乏足够依据。事实上，娱乐圈类似情况并不少见，许多明星都会因为一些细节被网友联想到某种关系，有时候后来被证实只是巧合，有时候则成为长期讨论的话题。而这种现象本身也反映出当代观众观看影视作品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人们看剧只是看故事，如今人们不仅关注剧情，还关注幕后花絮，关注演员互动，关注角色之外的延伸内容。影视作品不再只是几十集的故事，而是形成了一个持续不断的话题生态。
尤其是在短视频时代，一个截图、一张照片、一个眼神交流都可能成为新的传播热点，而南哄无疑是这一趋势中的典型代表。除了照片事件之外，近期还有网友发现白敬亭和张若楠曾经出现过一些相似穿搭，例如同品牌服饰、类似风格单品，甚至一些生活方式上的巧合。于是关于售后发糖的讨论再度升温。不过从行业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其实并不罕见。热门影视作品播出后，观众往往会持续关注主演动态，尤其是当两位演员在作品中拥有极高人气时，任何互动都会被放大解读。这既说明角色塑造成功，也说明观众对作品仍然保持高度热情。对于演员而言，这种关注既是机会，也是压力。机会在于热度持续存在，压力则来自外界不断增加的期待。因为观众希望看到更多互动，希望看到新的合作，甚至希望角色故事能够继续延续。然而，现实中的演员终究拥有各自独立的发展道路，他们需要尝试不同题材，需要挑战不同角色，需要不断成长和突破。因此，无论未来是否再次合作，都不应该成为衡量演员价值的唯一标准。对于白敬亭和张若楠来说也是如此。观众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共同塑造出了令人难忘的角色，而真正值得期待的，也许不仅仅是所谓的糖点，而是他们未来还能否带来新的优秀作品。毕竟，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标签始终是作品。一个角色能够让观众记住几个月，而优秀作品却可以被记住很多年。或许这也是南哄至今依然拥有巨大讨论度的原因。它让观众相信爱情，相信陪伴，相信成长，而这种情感共鸣远比任何猜测都更加珍贵。至于那只出现在照片边缘的手究竟是谁的，或许答案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真正让大家持续关注的从来不是那只手本身，而是观众对于这部作品和这对荧幕搭档的喜爱与不舍。那么问题来了，你认为张若楠照片中的细节真的只是巧合吗？如果未来白敬亭和张若楠再次合作，你最希望看到他们出演什么类型的作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如果喜欢这样的娱乐热点解析和影视话题讨论，别忘了点赞、分享并订阅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